欢迎来到睡前故事读书会。今天我们要聊的故事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一桩极其细思极恐，最后又让人忍不住眼眶通红的真实家庭往事。如果你从小就生活在一家殡仪馆里，你的父亲是个极其严苛甚至有点变态的完美主义者，他把你当成家具一样摆弄，然后在你上大学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写信向家里坦白自己的真实性取向时，你妈妈在电话里冷冷地告诉你，其实你爸爸也是同性恋，而且他不仅出轨，还跟未成年人发生过关系。而就在你知道这个惊天大秘密的2个星期后，你的父亲突然在公路上被一辆运面包的卡车撞得粉碎。如果是你会不会觉得是你的坦白逼死了你的父亲？今天这期视频咱们就来彻头彻尾的爬一爬这本拿了无数国际大奖，甚至被改编成百老汇神级音乐剧的图像回忆录《趣味家庭》，一个家庭悲喜剧。这本书的作者叫艾丽森·贝克德尔，也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用一种极其冷静甚至带着点黑色幽默的大白话，把他那个千疮百孔的家爬了个底朝天。咱们先从艾丽森的小时候说起。艾丽森的家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诡异到了极点。他们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上开着一家殡仪馆，小镇上的人生老病死都归他们家管，这可是真正的死人生意。不过艾丽森和他的2个弟弟从小在死人堆里长大，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他们给殡仪馆起了一个极其地狱笑话的外号，叫 Fun Home， 翻译过来就是趣味家庭。你能想象吗？几个小屁孩在放着防腐剂和尸体的停尸间里玩捉迷藏，在那些高档的垫着酒红色天鹅绒的棺材里试躺，甚至还讨论哪个棺材睡着更舒服。对他们来说，死亡根本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他们的父亲布鲁斯。布鲁斯这个人简直就是个矛盾的结合体。他表面上是小镇高中的英文老师，同时也是这家殡仪馆的入殓师，但他的真实面目是一个极度狂热的维多利亚时代房屋修复狂。他们家住的房子是一栋古老的大别墅，布鲁斯把这栋房子当成了他毕生的心血，或者说当成了他的信仰。他每天发了疯一样的在家里搞装修，修补那些古老的木雕，给壁炉贴上真金的金箔，去垃圾堆里捡那些老旧的水晶吊灯回来，他的赠料。在布鲁斯眼里，这栋房子里的古董、花瓶、水晶灯，甚至是一条天鹅绒的窗帘，都比他的老婆孩子重要的多。艾丽森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父亲永远在擦拭那些死物，而他和弟弟们就像是这栋房子里的活体道具。如果你敢把沙发上的抱枕弄歪了1厘米，或者在打扫卫生的时候留下了一丝灰尘，布鲁斯就会爆发出极其恐怖的狂怒。在这个家里，没有拥抱，没有亲吻，没有那种普通家庭的嘘寒问暖，父女之间唯一的交流就是父亲对他咆哮，把那个花瓶给我擦干净。艾丽森后来回忆说，他的父亲就像是一个专制的神，用那些华丽的古董和繁复的装修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完美外壳，以此来掩盖他内心最深处的腐烂。那布鲁斯到底在掩盖什么呢？这就要说到父女俩极其讽刺的性别冲突了。艾丽森从小就是个假小子，她讨厌穿裙子，讨厌粉色，她喜欢穿工装裤、运动鞋，喜欢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她骨子里有一种极度渴望阳刚之气的东西。可这就触碰到了布鲁斯的逆鳞。布鲁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极度注重外表，喜欢打扮，喜欢丝绸，喜欢鲜花。每次家里要出门，布鲁斯都会强行把艾丽森按在梳妆台前，给她戴上粉色的发卡，逼着她穿上带有蕾丝花边的公主裙。如果艾丽森敢反抗，换来的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或者一巴掌。你们品一品这个画面，一个喜欢工装、内心极其男孩子气的女儿，但一个喜欢鲜花、品味极其女性化的父亲，强行打扮成一个洋娃娃。小时候的艾丽森只觉得父亲是个控制狂，但他根本不明白，父亲之所以发了疯一样的要求他穿裙子，其实是因为父亲在疯狂的压抑他自己内心的女性特质。父亲把他当成了一面镜子，他想在女儿身上看到那个他自己永远也无法成为的娇媚的女人。在这个让人窒息的家里，还有一个隐形人，
那就是艾丽森的母亲海伦。海伦原本是个非常有才华的戏剧演员，结果嫁给布鲁斯之后，被困在了这个小镇上，困在了这个永远在装修的哥特式鬼屋里。海伦每天的日常就是像幽灵一样在屋子里游荡，或者坐在钢琴前极其暴躁地弹奏肖邦的夜曲。在这个家里，父母之间几乎不说话，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种即将爆炸的冷暴力。随着艾丽森渐渐长大，她终于熬到了上大学。离开那个恐怖的趣味家庭之后，艾丽森就像是脱缰的野马，她剪了寸头，穿上了男装，并且在大学里，她通过大量的阅读和自我探索，终于确信了一件事，她是一个女同性恋。那个年代，出柜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情。但艾丽森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她满怀的一种近乎悲壮的革命豪情，给家里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坦白了自己的性取向。她以为这封信会在家里掀起轩然大波，父亲可能会暴跳如雷，母亲可能会痛哭流涕，但她万万没想到，收到信的几天后，母亲给她打来了一个电话。母亲的语气极其平静，甚至平静的让人害怕。母亲在电话里说，艾丽森，你不用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你爸爸一直都有和其他男人上床，从我们结婚开始就是这样。他还因为给未成年男孩提供酒精被警察抓过，那些男孩有些还是他以前教过的学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艾丽森觉得自己的脑子直接炸开了。这就很离谱了，对不对？你以为你在向家里扔炸弹，结果你妈告诉你，你爸自己就是一个核武库。那一瞬间，艾丽森从小到大经历的所有诡异事件全都串联起来了。为什么父亲对家里的装修有着变态的强迫症？因为他在用这种极度的控制欲来掩饰他那根本见不得光的私生活。为什么父亲喜欢那些华丽的女性化的东西，却又死活要逼着女儿穿裙子？因为他是个深柜，他嫉妒女儿可以自由地展现男性化的一面，而他自己却只能一辈子活在谎言里。为什么母亲每天都在暴躁地弹钢琴？因为她早就知道丈夫是个什么货色，但为了面子，为了维持这个虚假的完美家庭，她生生把这口气咽了几十年。甚至艾丽森回忆起小时候，家里经常会来一些10来岁长得清秀的男生，说是来帮父亲打理花园或者搬木头的。父亲对这些男孩比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温柔。原来那都是父亲的猎物。得知真相的艾丽森三观彻底粉碎了，但真正致命的打击还在后面。在艾丽森出柜，并且母亲决定终于要和父亲离婚的2个星期后，一个平常的早晨，父亲布鲁斯像往常一样去马路对面的树林里干活。就在这时，一辆满载着阳光牌面包的巨型卡车飞驰而来。据卡车司机后来说，那个男人当时正在往后退，他没有看路，而是直直地退到了公路上。砰的一声巨响，布鲁斯被撞飞了。那个一辈子都在追求完美外表，每天把自己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男人，就这样在车轮下被碾成了一滩血肉模糊的烂泥。讽刺的是，作为小镇上唯一的入殓师，布鲁斯的尸体最后被送回了他自己经营的那家殡仪馆。那个一生都在给别人收尸的男人，最后躺在了自己亲手擦拭过的防腐台上。布鲁斯的死被警方判定为交通事故，但艾丽森的心里非常清楚，那是一场自杀。父亲是因为母亲要和他离婚而自杀的吗？是因为他不想面对自己不堪的秘密被彻底曝光而自杀的吗？还是说是因为女儿的出柜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巨大的负罪感像毒蛇一样死死咬住了艾丽森的心脏，他开始疯狂地钻牛角尖。是我杀了我的父亲，如果我不写那封信，如果我不坦白我是同性恋，他是不是就不会死？艾丽森陷入了极度的抑郁和强迫症中。为了弄清楚真相，他开始疯狂地翻阅父亲生前留下的大量日记和信件。这也是这本书最核心、最让人觉得细思极恐又心酸的部分。艾丽森发现他和父亲就像是在同一条轨道上反向行驶的2列火车。当艾丽森勇敢地走向阳光，拥抱自己真实的性取向时，他的父亲却在这个时候迎来了他人生的终极大溃败，一步步走向了毁灭。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一句温情的对话，
但他们父女俩其实有着一种极其深奥的连接方式，那就是文学。布鲁斯是个文学老师，他一辈子都在看书，而艾莉森也是个书虫。他们在家里不交流，但他们会互换书看。父亲给艾莉森看了不起的盖茨比，盖茨比那个为了维持虚假繁荣而倾尽所有的悲剧形象，其实就是父亲自己的写照。父亲给艾莉森看加缪的快乐的死，潜台词里早就写满了对死亡的渴望。而艾莉森呢，他在大学里给父亲寄了那些关于同性恋平权的书籍。在布鲁斯死前的不久，父女俩有过一次最后的一起开车出门的经历。那是在深夜的车里，气氛极其尴尬。艾莉森刚刚出柜不久，他以为父亲会骂他，但就在那个黑暗的车厢里，布鲁斯看着前方的路，突然极其不自然的用一种比蚊子还小的声音说了一句：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想穿女孩子的衣服。艾莉森愣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布鲁斯又磕磕巴的补了一句：我也跟男人有过一些经历。那是他们父女俩这辈子唯一一次撕下所有伪装，触碰到彼此灵魂深处的时刻。没有指责，没有咆哮，两个在性取向上都被社会视为异类的人，在一个狭小的车厢里，完成了一场悲伤的确认。布鲁斯试图向女儿伸出求救的手，但他已经在黑暗的柜子里灌了太久，久到他的骨头已经畸形，他已经丧失了走到阳光下的能力。所以他选择了那辆疾驰而来的面包车，他用毁灭自己肉体的方式，彻底解脱了那个困了他一辈子的牢笼。很多年后，艾莉森终于释怀了，他明白，父亲的死不是他的错，父亲的悲剧是一个被恐同文化和父权制双重扭曲的灵魂的必然结局。布鲁斯是个烂人吗？绝对是，他对妻子冷暴力，对孩子极其苛刻，甚至利用未成年人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些都无法洗白。但同时，他也是个极其可悲的受害者。他用一辈子的时间把家变成了一个精美的博物馆，其实是为了给自己打造一个精致的棺材。趣味家庭这本书，就是艾莉森写给父亲的最后一份悼词。他没有去美化父亲，他用最冷酷、最直白的漫画，把父亲的虚伪、变态、控制欲画得清清楚楚。但同时，他也在字里行间倾注了对父亲最深沉的理解和悲悯。在书的最后一页，艾莉森画了这样一个画面，他想象自己像神话里的伊卡洛斯一样，为了追寻太阳从高空中坠落，而他的父亲站在海面上，张开双臂，稳稳地接住了他。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父亲从来没有给过他任何温暖的拥抱，但在文学的世界里，在记忆的重构中，这个受尽创伤的女儿终于和那个不堪的父亲达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和解。这真的不是一个轻松的故事，但它有一种拨开血肉见白骨的真实力量。我们每个人的原生家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可触碰的暗伤。艾莉森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面对家庭带来的创伤，最勇敢的做法不是逃避，也不是盲目的去原谅，而是直面它，解构它，把所有的烂肉都挖出来，晒在阳光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长出新的血肉，继续往前走。如果你也对这种充满心理博弈和深层次人性探讨的家庭纪实故事感兴趣，我强烈推荐你去看看原著漫画《趣味家庭》，一个家庭悲喜剧。书里面的每一个分镜，每一句台词，都会让你起一身的鸡皮疙瘩。这里是睡前故事读书会，人生比小说更魔幻。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桩关于爱、谎言与救赎的家庭往事，请一定要给我点个赞，或者把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你觉得布鲁斯的死到底是一场意外，还是他早就计划好的解脱？如果换作是你，你会原谅这样一个父亲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我是睡前故事读书会，咱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晚安。